淡水筏钓缘起于国人原创，受日本海筏影响，浙江垂钓人将之改进。事实上，究其史据，筏钓所用鱼竿、鱼轮，早在唐宋时期的神州大地便已出现。而今穿越千年，一竿一轮，一线一饵，徜徉山水之间，融于水墨当中，颇具古韵。本栏目由很牛的野钓鱼饵品牌西部风鱼饵冠名播出。本栏目指定鱼线、鱼钩由完美渔具全程赞助播出。随着上期对筏钓的初步了解，我们正式的筏钓旅程也即将开启。胡伟，中国最早的筏钓人之一，会带着他的小小筏钓竿，将足迹踏遍各地。那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筏钓江湖的故事就将为您讲述。滨田水库位于江西省鄱阳县东北部，距离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直线距离近30公里。水库于1960年建成，总库容达1.15亿立方米，水域面积1万余亩，搭建养殖网箱近10座，养殖鱼种以4大家鱼为主，其中又以鲢鱼、鳙鱼密度最高，而其他包含翘嘴、鲤鱼等鱼类多达数十种，资源十分丰富。而此地水质清冽，风光秀美，加上居住鱼排的落成，绝对是筏钓爱好者寻觅的绝佳钓场。与此同时， CAA 筏钓委员会也曾于此处举办第2届渔望国际筏钓培训班。时值10月末，立冬将至，长江以北的户外水域已过了出渔期，但凭借高密度的渔情条件、优越的天气地理优势，在培训之余的赛事比拼中，学员们成绩斐然，斩获数尾破20斤巨物，令滨田水库的筏钓传奇广为流传。怀揣着对这里无限的憧憬与期待，我们的筏钓者胡伟乘着水上浮台来到了湖中。现在是傍晚接近5点了，我在这个湖转了一圈，现在找到了我看到前面有一片地方不错，我看看这一片水域能不能搞2条比较像样的大鱼。这个筏钓呢，如果是在养殖排上面，那么它就是经常有投喂的网箱里面，它是不怕吵闹的。可能声音越响，晃动越大，可能鱼还更加兴奋。但是呢，在不投喂的区域，像我们来的鄱阳湖这个地方，还是要相对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。像我就选择在傍晚去钓，傍晚或者夜里边。那么呢，这个时间点呢，可能上鱼呢，更快一些，或者碰到大鱼的几率更高一些。尤其这些大鱼呢，傍晚的时候，它可以靠边吃食，它养成了这种警觉或者习惯。临近傍晚，伴着夕阳的余晖，却是筏钓最常主攻的翘嘴即将开口的时机。老胡自然便想将这做钓重心放在翘嘴身上，以翘嘴爱吃的玉米做饵，而窝料则采用颗粒饵，搭配了味型较重的加工玉米饵，绑上0.8号的 P1 线、1.5号尼龙子线，通常也是在不熟悉鱼个体前试探性的筏钓常用钓组。
那好多钓友都会问，为什么罚钓呢？它通常的子线会比主线要粗呢？这主要是这两款线的不同。如果我们用尼龙线呢，就可能是一样粗细，直通下去也可以。但是呢 ，PE 线的拉力啊，通常呢比尼龙线要高得多。我们用的这个0.8的主线，它的拉力实际上相当于尼龙线的1.6号、1.5号左右。所以呢，即使我用了1.5号的子线，通常断的话也会断子线，它不会断0.8的主线，主要是这个原因。另外，子线呢，这个子线它由于用的是尼龙线的透明度高一点，它鱼的可能相对的警惕性要小一些。看看能不能下去第一竿就中鱼啊！准备工作还未就绪，鱼饵和窝料却已陆续投放到了水中。事实上，对于伐钓来说，撒窝子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。伐钓从来到钓点开始，一直到离开，需不间断进行撒窝。每次窝量约为拇指、食指、中指恰能抓起的量，相隔数秒到几十秒便抛撒一次，以保证鱼窝不断有饵料沉落。很快，抛撒的窝料有了效果，附近的鱼开始轻微地触碰鱼饵。还在调整之下的老胡突然逮住一个动作，将竿高高地提了起来。我在钓的过程当中呢，发现这个口非常好，另外呢，它相对来讲密度也很大。中了！我想第一竿中鱼，信不信？真的是第一竿中鱼啊，不是开玩笑。但是这鱼太小，估计是小翘嘴。通过鱼轮的收放线，一方面可以有效与鱼进行博弈，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鱼的体型与力度。由于似乎个体并不是很大，很快鱼便靠近了水面。哎呦，不是小翘嘴，是一条大头吃的玉米。喂，赶紧再补窝子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会把你放掉的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几度的出水翻身，让我们看到这位庸鱼的身影。正好在上嘴唇啊，这个莲蓉也吃玉米，我估计它是可能是把这个玉米当做小虫子在吃。它就是翘嘴的饵料，这玉米它也是都是掉在正口上面，打在上嘴唇上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它这个湖窟里边的莲蓉又健康，然后力气又大，钓起来玩还一样的很过瘾，很爽。约合着4、5斤的体型，却是十分的有力。眼看着鱼将被拉出水面，啊！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很少有人轻易断线的。对于我来，这个断线呢是刚开始操控，主要是个人操控的问题。因为我提竿的时候呢，力度太大，切掉子线就切掉了。我对这个鱼情太好了，有点轻敌了。我没想到这个鱼这个力道那么大，我对他们也开始小心翼翼、谨谨慎慎了。手竿的惊喜未能如愿，看来这一尾是有些轻敌了。等待第2条啊。有，这边又有鱼在蹦了，不会是庸鱼啊？这样蹦都是像翘嘴和鲤鱼的动物。
重新绑好子线，我们抛下了第二竿，看到远方翘嘴开始不时地蹦出水面，等待翘嘴咬钩也是愈发的强烈。钓这个法钓要边钓边诱，你看我一边钓一边提逗，然后一边打少量的饵料，让它慢慢飘落下去，然后引诱鱼过来。然后让玉米在下落的过程当中更像小虫啊、小虾一样落下去，这样吸引翘嘴啊、庸鱼的攻击。我现在就是在5米左右往下面开始收索垂钓。现在在5米的左右不吃，我又往下收索了，已经到5米半。搜索各个可能出现鱼的水层，通过提逗模拟小虫小虾在水中的姿态，再配合不断下落的窝料，在水中蔓延的诱鱼气味，周边的鱼得以聚集，咬钩概率也能够大大提高。继续等待，竿间传来轻轻的抖动。老胡一边全神贯注盯着，准备伺机刺鱼，另一边依旧不停地补着窝料。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。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突然，一个明显的弯弓，老胡再度扬竿。看来是刺中了。通过刚才种种的迹象，老胡猜测中的这尾很可能是翘嘴，个体适中，但力度依旧不小。而这一次他则小心了许多，绝不会让这尾鱼再度切线跑掉。秉承着你松我紧，你紧我松的溜鱼策略，很快胡伟便将这尾鱼溜出了水面。看一下，又是大头，哎，又是一尾庸鱼。看来今天的玉米饵是对了这庸鱼的胃口。哇，哎，赶不跑了。我这鱼好健壮。5、6斤重。回去吧。我这个呢，本身呢是从翘嘴来的，但是在钓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发现挂的玉米呢，钓的大部分都是庸鱼，就是大头。我是又向这个法牌的老板和很多钓友咨询了一下，他们这地方呢，最常使用钓这个翘嘴的还是泥鳅，好多钓友带了很多的泥鳅来钓。由于没有准备这类活饵，加上玉米接连中得庸鱼，胡伟决定放弃继续寻觅翘嘴，改变了坐钓泳层，并将玉米从钩的位置移向鱼线处，从而在面对鱼口较大的庸鱼吃食时，可以提供更为真实明显的竿尖信号。看来这地方还是庸鱼多，也不给翘嘴吃食的这个机会。不吃了呢？为什么又不吃了呢？哎，刚才那个在这遛鱼的时候，我忘记补窝子了。所以遛的时候就应该补窝，不然这一群鱼走了。不吃我就逗一下，再调整一下泳程，调整一下钓的深度。打窝、提逗、搜索，鱼泡却渐渐少了起来，水面
一片平静。看来因为刚才的疏忽，忘记补窝，鱼已经四散开来。无奈我们也只能继续等待。已入深秋，此时的北方已经开始落雪，而在江西，早晚落差却是十分显著。正午时分还是烈日当空，气温高达30度，而入了夜，温度却陡然骤降，2、3件单衣都仍觉寒意。这对仅着短袖的老胡来说，无疑是意志的考验。再加上迟迟不见鱼讯，焦急的情绪逐渐涌上眉头。实际晚上这个要钓这个鱼啊，我们可以适当的，尤其光线照的，可以稍微再往上找一找，比如钓个4米。我现在再往上找一找，往4米上找一找试试。万籁俱寂，唯有虫鸣与月色相伴。突然，老胡再度发出提竿的声响，我们赶紧将镜头对了过去，看来又有鱼中钩了。有翻脸了吗？不少，这条还不是用鱼，从那里。迟迟不见鱼冒出水面，看来是条不小的家伙。行了，还没等到他的身影再一次被切线，期待也落了空。不过有了这次经验，加上几小时的窝料打了下去，老胡断定水中应该有了几尾个体不错的鱼，于是更换了子线，看看能不能有些收获。然而水面再度陷入平静，看来刚才的一番搏斗吓走了不少的鱼。夜已经渐渐深了，虽说正是守鱼的绝佳时期，但寒意侵袭，衣服的过于单薄，老胡也犹豫着是否收竿回府。中午时候穿一件 T 恤，傍晚的时候到夜里的时候一定要绒衣啊要多穿一点，否则的话我在那钓的时候都冻得发抖。实际上我们好多水库都是这样，昼夜温差非常大。如果要夜里做钓的时候，希望广大钓友多穿点衣服。竿尖开始传来微微的触动，看来又有鱼来了。我们的精神再度集中起来，动作幅度比之前小了些，看来很有可能是为谨慎的大家伙。突然看准一个不明显的咬口，老胡奋力一提，将这最后一竿的希望寄托此处。这一记冒险的洋竿能否给我们一个惊喜的结局呢？我觉得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滨田水库呀，虽然路难走一些，但是鱼情是非常好玩的。也就是说呢，白天也能很好钓，晚上上鱼也很好。尤其它的鱼呢非常健康有力气，这个就玩起来，这个人和鱼的这种游戏一样的搏斗呀，就是非常感觉到非常刺激。中了，毛的。尽管刺中，但咬口似乎并不深，并且手中传来的力度也不算小。为了防止鱼再度切线，老胡来回的卸力收线，与巨物小心的博弈。我都给它叫它转了
10拳8只都不值，还那么远。哇，确实不小。超网要盛不下了。翻身了吧？哎呦，这条比哪条都大。等待了约10分钟，鱼渐渐靠近水面，一条长约大半米的身影若隐若现。眼看着鱼即将出水，老胡却是倍加谨慎，因为出水前的鱼往往会拼尽全力，这也是最容易断线的时刻。那么，这尾鱼能顺利被捕获吗？抄不进来呀！我的天呐，真的抄不进来，太大了。随着鱼的入网，老胡悬着的心终于松了下来，个体着实不错，比前面几条大多了。我要把我累坏了，最大的一条，我的胳膊都累的太大了。这是我今天钓的最大的一条，有10斤重左右啊。展示完胜果，老胡将鱼重新放入了水中。随着这尾鱼的放流，我们今天的旅程也暂告一段落。不过，滨田水库之行却并未就此结束。由于迟迟未见鄱阳桥嘴，老胡也将叫来好友，明天再度挑战。究竟他们的战果如何？让我们下期揭晓。适合于伐钓钓获的鱼种是非常多的，从海鱼一直到淡水鱼，几乎所有的淡水鱼种都可以用于伐钓垂钓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大家都偏爱钓翘嘴呢？这跟我们伐钓做钓的水域有关系。首先从伐钓的历史上来讲，在我们大陆最早起源于浙江区域，像千岛湖呀、井水滩呀，它们这个大水面的鱼呢，这种凶猛性的掠食性的鱼类特别多，比如说翘嘴啊、红烧啊、黄烧啊，这些鱼比较多。而这些鱼，它最喜欢吃的是动态的饵和黄颜色的饵，这就造成了呢，我们在伐钓当中最常用的钓饵就是玉米，玉米是黄颜色。而且呢，它在飘落的这个状态呢，很像水里边的小虫和小鱼和小虾，它飘落的这种形态，所以呢，翘嘴啊，这个朱红啊，都容易攻击它，它变成是实际上最容易入门钓获的一种鱼种。再者，伐钓的这个装备比较轻便，同时呢，在搏击翘嘴的时候，不管大小，它的手感都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深受广大钓友的喜欢。哇，哎，有点不跑了。